所有人都知道，这白小纯就是葵皇朝的新宠，更是大天师手中一把锋利无比的刀。而此人曾经在巨鬼城的一切事情都被人快速的挖出，那无论是心狠手辣的灭杀亲族，又或者是胆大妄为的绑了半神，还有此后的抄家夺人妻子，这一件件事情都让所有听说之人倒吸了口气，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了，纷纷意识到这白小纯就是一个疯子，且战力又极其不俗，能在上百天骄中横冲直入，直接绑走，更是能在数百人的围杀下依旧绝地反击。这种人物，其本身就已经是经验绝伦，更不用说其背后除了大天师外，还有巨鬼王，更是被巨鬼王钦定的女婿。这一系列的身份，使得白小纯已经成为了整个蛮荒中的大人物，甚至此刻的他，比之周鸿以及公孙毅等人还要出名。尤其是现在，大天师已经受益，白小纯整个人意气风发，气势更为跋扈，带着身后煞气惊天的黑甲，在这天空上化作了千道长虹，轰鸣间直奔葵皇城内的李家而去。李天胜，你和周鸿等人多次找我麻烦，要置我于死地，我放了一次，你又来第二次，现在我发火了。我告诉你，我一旦发火，自己都害怕。白小纯心中舒畅，目中露出强烈的期待，他太想去看看那些曾经要杀自己的众人，如今在自己面前时又会是什么姿态。李天胜就是第一个。白小纯想到这里，速度更快，轰轰重，带着上千黑甲，距离李家越来越近。一路上，白小纯嚣张猖獗的身影引来无数人注意，纷纷吸气时，他们也注意到了白小纯所去的方向，不由得心中泛起寒意，同时也升起无数猜测。如此煞气，毫不掩饰，这白浩要干什么？他们的方向似乎是第9区。第9区内是李家所在啊！李家在第9区占据了这第9区近乎2成的范围，其家族势力之大，当得起其天侯之名。尤其氏族人众多的同时，更有不少魂修依附。如此一来，其势力自然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几乎就是庞然大物，少有人敢去招惹。在这众人全部心惊时，白小纯已带着1000黑甲踏入到了第9区内，遥遥的已经看到了李家庭院内那高高耸立的一座足有100丈的高塔。这高塔名为天侯塔，在这葵皇城内，只有天侯可以修建，高度100丈，而若是天宫，则可修建1000丈高塔。几乎在白小纯看向李家高塔的瞬间，李家也察觉到了白小纯的到来，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族人齐齐飞出，全部凝重地看向远处直奔此地而来的白小纯众人。李天胜也在人群里，且被无数人簇拥。在李家，他身为少主，又是天骄，地位之高，在其父不出现的情况下，他的话语如同家主。白浩看清了来人后，李天胜内心先是一惊，随后面色狰狞，目中露出怨毒之意。这一次，他为了恢复生机，向陈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眼前这白小纯。可这怨毒被他瞬间就藏在心底，他知道白小纯那里已经今非昔比，被任命了监察使的身份，背后站着大天师，而今天又煞气而来，这就让他内心咯噔一声，立刻安排下去，开启阵法。几乎在他这安排刚刚传达的刹那，呼啸破空之声强烈无比，白小纯带着1000黑甲骤然降临，随着出现，那1000黑甲身上的煞气也都化作了黑云，笼罩在了李家的半空中。至于四周，则有无数魂修闻风而来，看着这一幕，纷纷心中掀起滔天大浪，各种猜测全部浮现心头。莫非是大天师要动手了？第一个居然是李家？不能吧，这很有可能是那白浩平的身份来报私仇。就在这四周众人心惊时，白小纯趾高气扬，站在1000黑甲身前，低头俯视大地，目光扫过整个李家后，落在了那足有数百的剑拔弩张的李家族人身上，尤其是重点看了被簇拥在中间的李天胜一眼。李天胜看见本监察使到来，还不拜见？白小纯一瞪眼，声音如滚雷般隆隆传出，他身后黑甲尸魁血君也在这一刻煞气更为强烈。李家族人面色变化，也起了狰狞。李天胜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心头震动，极为不安，可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只是脸上难看的低喝：“白浩，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下犯上！这里是天侯府，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还不立刻退下！”天侯府？嘿嘿，你家白爷爷来的就是你李家的天后府，听说你们李家财富不少，白某担心你们珍藏的那些宝贝有假，所以来帮你们鉴定一下。白小纯背着手，抬着下巴，带着狂妄嚣张的开口，心底已经笑开了花。他觉得自己这番话说得非常的有气势，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自己既占据了大势，又占据了道义的镇压了。大胆！白浩，你找死不成？我李家岂能让你胡来？笑话！白浩，你脑袋傻了不成？在白小纯话语传出后，李家的那些族人一个个平日里自大惯了，此刻纷纷低吼，言辞极不客气。李天胜面色更为难看，心中也有焦急，知道今天的事不对劲，可他还是觉得大天师要动李家的可能性不大，
最大的可能是这白浩公报私仇。想到这里，他目中寒芒一闪，这也是个灭了此人的机会。李天胜内心一转，虽忌惮白小纯身后的那些尸魁血君，可也自信他们李家的底蕴，尤其是其父李天侯，如今也在家中。他胆气一壮，倏然开口：“李家上下听令，但有踏入我李家8方100丈内，杀无赦。”李天胜话语一出，立刻四周的李家族人顿时面露狰狞的嗷嗷起来，杀意冲天的同时，有更多的身影从李家内飞驰而出，其中有不少都是李家族人，可更多的却是依附来的魂修，每一个人都散出强烈的杀机，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之多，形成的气势更是仿佛超越了半空中的尸魁血君。这一幕让四周众人纷纷吸气心惊，白小纯也吓了一跳，可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大天师的命令，琢磨着大天师既然让自己来，总不能是让李家来灭自己的吧。于是心底安稳下来，眼睛又是一瞪，觉得自己之前气势有些弱了，于是深吸口气后，目光掠过李天胜等人，看向远处的李家高塔，蓦然沉声开口：“李天侯，白某奉大天师之命来此，问你一句话，你知不知罪？”白小纯这句话一出，气势顿时让天地色变一般，四周众人全部心神轰鸣，李家所有族人也都一个个面色忽然大变，李天胜更是内心咯噔一声，脑海顿起嗡鸣。第764集，李家挣扎。在白小纯这句话说出后，李家的高塔内最顶层的一处密室里，李天胜的父亲，李家的那位高高在上的天侯，此刻正盘膝坐在那里，他的面色阴沉，极为难看。一身半步天然的修为，此刻也都不稳出现波动，似他心情的震动已足以到了影响修为的程度。白小纯的话语，他听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在白小纯众人到来时，他就已经察觉，更是始终在关注。而他的面色在这关注中也逐渐的改变，直至眼下阴沉无比。他的呼吸也不由得略有紊乱。他身为天侯，看问题自然比李天胜等人看得更透彻。他明白，这一次必定是大天师授意，否则的话，这白浩绝不敢带人来此。这不是实力的问题，而是地位的不同。他毕竟是魁皇朝108天侯之一，监察使如此明目张胆的到来，丝毫不顾及影响，这就已经说明了大天师的态度。这是敲打吗？李天侯沉默，心中隐隐升起不安，这不安让他整个人警惕无比。此刻回忆自己对大天师的了解后，他渐渐的额头出现了汗水，目中浮现了一抹惊惧。大天师要杀我？这个答案让李天侯的神色也都狰狞起来，呼吸开始变得粗重。他知道大天师若要杀自己，那么自己必定在劫难逃。可他不甘心，他修行多年，终到了天侯的程度上，掌控着偌大的家族，他绝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他必须要挣扎，要去找出办法，化解这一次的杀机。拖延时间，李天侯立刻就有了决断。他知道自救的办法，只有在拖延时间的同时，将这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如此一来，就给了其他天侯以及天宫，还有4大天王的反应时间。毕竟自己的身份是天侯，若一个天后都可以随意处置，那么其他天侯必定兔死狐悲，所以必定会在这个时候去救他。这同样也是他们唇亡齿寒的一种自救。而一旦满朝文武都发动起来，就算大天师，怕是也都不得不慎重一些。还有魁皇不对，不能去找魁皇。李天侯忽然身体一个机灵，他察觉了这件事的背后有很大的问题。大天师若要杀我，一指就可做到，为何偏偏让这白浩出现？他杀我是小，他是要借助我来看看这满朝文武里谁会来为我说话，这是引蛇出洞。李天侯想到这里，一丝寒意升起，少顷他吸了口气后，念头百转，立刻下定决心，一方面拖延时间等人来救，另一方面则是想办法逃走。拖延时间闹大事情，李天后目光闪烁，忽然向外面子嗣李天胜传音，击杀尸魁军，更要将这白浩不惜代价斩杀在此。外界李家族人一个个心惊时，李天胜身体猛地颤了一下，听到了父亲的传音后，他呼吸陡然变得急促，虽觉得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可却来不及多想，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大吼一声：“白浩假传旨意，图谋不轨，李家众人给我将他们斩杀！”李天胜话语一出，四周的李家族人略有迟疑，可却明白李家若到，他们也都必定灭亡。此刻一个个发起狠来，纷纷大吼中瞬间冲出。天地眨眼的功夫，这上万人就在震荡四周的咆哮声中直奔白小纯而去。白小纯也瞪起了眼睛，大手一挥，立刻他四周的1000黑甲大汉齐齐抬头，刹那飞出，冲着李家众人杀去。轰鸣之声在这一瞬直接回荡此地。白小纯没有冲出，而是被保护在1000黑甲之中。他知道自己小命宝贵，绝不会轻易涉险。而此刻，他也首次看到了自己的黑甲大军那惊人的杀伤力。这些黑甲大汉根本就不知道疼痛，全身更是炼体，强悍无比，所过之处如同猛虎杀入狼群中，肆意冲击，杀戮无尽。无论是术法还是法宝落在他们身上，好像根本就不痛不痒，
这些黑甲大汉毫不在意，继续冲杀。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凄厉的惨叫之声此起彼伏。那些李家的族人根本就不是对手，甚至有不少被那些黑甲大汉直接一把活活撕开。血腥的气息瞬间就扩散四方，可很快的就有阵法的轰鸣声在这大地上传出，一道血色的光幕刹那间出现，笼罩四方时，居然有阵阵心跳声在这阵法内不断传出。随着心跳声的回荡，那些李家的族人一个个身体都出现了黑色剧毒雾气，蓦然扩散。更有不少李家族人直接取出了一颗颗心脏，节节怪叫声中一把捏碎。在这些心脏被捏碎的刹那，一个又一个女子的虚影带着凄厉，带着怨毒浮现出来，向着黑甲大汉倏地飘去。这些女子的身影就是剧毒，而那些被捏碎的心脏正是妇人心。这正是李家自鸣得意的毒功，取义最毒不过妇人心。可眼下在白小纯看去，毒的不是妇人，而是这李家众人，他们取妇人心脏修炼，这本身就是一种歹毒到了极致的功法。而此毒也极为惊人，那些黑甲大汉的冲击首次受到了阻碍，甚至他们的身体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如被腐蚀的迹象，行动也都迟缓下来。尤其是白小纯前方的那些黑甲更是受损极重，白小纯赶紧操控他们避开，可这么一避开，就使得他这里暴露在外。李天胜目中露出杀机，立刻发出一声低吼：“杀了这白浩！”李天胜话语回荡，身体急速冲着白小纯而来。他的身边此刻还有10个李家的族老，都是元婴修为，一个个在冲出时，身体化作了黑色，有更惊人的毒雾扩散开来，环绕在他们四周时，竟在这些人的上方，这毒雾凝聚成了一个女子的身影。这女子的胸口是空的，已经无心，可她的出现带来的一股危机感，让白小纯这里也都色变。白小纯正要退后，可突然的，这四周的那些黑甲大汉，他们在承受了毒雾的侵蚀后，此刻竟每一个人都目中露出幽芒，居然同时开口猛地吸气，1000人的吸气直接就形成了一股风暴，瞬间居然将这四周的毒雾全部吸入口中。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在这毒雾吸入口中时，他们的修为之力竟瞬间攀升。这种攀升明显是短时间的提高，而让他们提高的养分就是那毒雾，甚至之前的一切伤势，此刻随着修为攀升，立刻就痊愈，毫发无损。这一幕让白小纯顿时惊喜，他立刻就明白了，自己这些黑甲大军其本事之大，绝非自己之前判断的样子，怕是在他们身上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这些黑甲大汉，他们似能吸收一切术法伤害，将这些伤害尽数转化成自身修为增加的养分，这简直就是一支越战越强的无敌之军。此刻白小纯神情亢奋，立刻大手一指杀来的李天胜等人：“给我灭了他们！”这四周黑甲立刻煞气弥漫，向着李天胜等人直接杀来。不好！李天胜面色大变，想要退后已经晚了，与其身边的10个族老瞬间就被无数黑甲轰击，鲜血喷出，形势危机到了极致。而白小纯则是激动的大笑起来：“李天胜，你和我斗，我一旦出手，老天爷都要捂脸。”白小纯咂摸了下自己这句话，觉得自己现在太会说话了，说的太有气势了。但他话语刚刚说完，重伤喷血的李天胜此刻神色凝厉，披散头发中发出凄厉的嘶吼：“祭赃！”第765集，本大人喜欢养花。话语一出，立刻这阵法血色的光芒蓦然扭曲，竟幻化出了一颗巨大无比的血色心脏。仔细一看，这不是幻化，此心脏竟是由100万心脏组成，而显然这100万心脏代表的就是100万妇人的死亡。而这就是李家阵法的最强之势，这100万的巨大心脏在出现的瞬间就轰然崩溃，形成了一片几乎于墨般的黑雾，向着四周急速扩散，所过之处虚无都被腐蚀，甚至很多依附李家的魂修也都闪躲不及，被那黑雾碰触了一丝后，惨叫中全身化作血水洒落大地。只有修炼了妇人心的李家族人，才可以在这毒雾内不但毫发无损，甚至目露疯狂，大口的吞噬毒雾，自身伤势竟飞速痊愈，再次杀向尸魁血军。此毒之力让白小纯头皮发麻，身体蓦然后退。可就在这时，趁着四周大乱，那高塔内的李天胜的父亲李家的天侯，其双目寒芒一闪，竟刹那间一步走出，整个人化作了一道闪电，无视毒雾，直奔白小纯。白浩，受死！白小纯双目收缩，猛地看向来临的李天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出手，防备的就是这李家天侯。此刻在这李天侯出现的刹那，白小纯修为立刻爆发。可还没等他动手，一个阴冷森然的声音蓦然间在这四周回荡：“李天侯，你终于肯走出天侯塔了，不枉老夫为了省力，等你这么久。”黑明！李天侯面色狂变，急速后退，可却晚了。在他退后的刹那，一只大手从天而降，速度之快，轰鸣中居然直接就将这李家的阵法瞬间崩溃穿透而过，一把就将李天侯
抓在了手中。天侯，父亲！四周李家众人全部骇然失声，尤其是李天胜，更是身体一下子似乎失去了所有力气，心底颤抖惶恐到了极致。他怕了。整个李家全部震撼的同时，四周观望之人也都一个个睁大了眼，传出丝丝的吸气声。此刻，白小纯猛地抬头，立刻就看到出现在半空中的那位黑袍身影。黑老怪，我们是一伙的啊！你太不够意思了，都来这半天了吧，居然现在才出手。这也就罢了，我辛辛苦苦钓出来的大鱼，你半道给勾走了，你这是抢功！白小纯顿时不满，仗着自己监察使的身份，大声说道。那黑袍身影低头看了白小纯一眼，沉吟了一下，淡淡开口：若他仍在天侯塔内，一个念头就可自爆。而大天师让老夫将此人拿下，所以老夫必须要将其真正拿下才是。至于抢功，老夫也送你一场造化。他说着，右手抬起，向着下方一指，立刻这李家内就有风暴向着四周横扫，而那阵法本就崩溃了部分，此刻在这风暴中立刻更大范围的碎裂开来，彻底瓦解。砰砰轰鸣中，李家众人遭到反噬，一个个都喷出鲜血，而那浓密的毒雾则是在黑袍老者的意指之下全部汇集，然后化作千缕，直奔那1000黑甲大汉中。2个半步天人中的一位如醍醐灌顶一般疯狂的涌入。这黑甲大汉身体立刻开始颤抖，随着吸收，他身体抖动越发剧烈，似在腐烂。可这吸收的速度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快，甚至都从其全身每一处汗毛孔内钻入。刹那间，他猛然抬头，发出一声嘶吼，修为轰然间直接爆发，居然不再是半步天人，而是要去突破。那气势惊天动地，节节攀升，眨眼就轰动苍穹。可惜在这过程中，100万妇人心的毒雾似还不足以支撑，使得这黑甲大汉的突破慢慢停顿下来。虽如此，可却已经无限的接近天人境，足以压制一切半步天人。这一幕让白小纯都傻眼了，喉结滚动。他虽看出这尸魁修为的提高并非永恒，只有短暂的时间，可依旧还是被彻底镇住了。这都是什么怪物啊？白小纯只觉得这一幕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他觉得除了怪物这2个字，已经无法形容这黑甲大汉了。10万黑甲若都能如此，那岂不是可以催发出10万天人、10万半神？这怎么可能？一想到这可怕的一幕，白小纯觉得整个世界似乎和自己开了个玩笑。他觉得这蛮荒的强大已经无法形容了。白小纯吸气时，立刻就意识到这些黑甲大汉一定身上存在了某个巨大的破绽，而资源的缺少只是其一，这就是皇朝留下的底蕴，可惜却存在了致命的缺陷。黑袍身影语气自豪中也有遗憾，摇头后一晃消失。白小纯心跳有些加速，呆呆地看着那无限接近天人的黑甲大汉，半晌后，他的目中露出激动与狂喜。原来我掌握了如此强悍的军团！白小纯振奋起来，仰天大笑时，心念一动，立刻那位无限接近天人的黑甲大汉就瞬间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后，好似护道者一样。带着满意，带着傲然，白小纯看向李家众人，正要挥手让自己的这些黑甲大汉将这李家镇压。可就在这时，李天胜内心颤抖，看出了白小纯的想法，他头皮发麻，立刻尖叫一声：我等愿意遵从监察使的法旨，还请监察使帮我李家鉴定一下所有宝物。李天胜语速很急，说完生怕白小纯不满意，还立刻抱拳深深一拜。此刻的李家所有族人都面色苍白，阵法被破，天侯也被拿下，这一切让他们已经没有了斗志。听到李天胜的话语后，众人迟疑了一下，也都立刻低头拜见。白小纯一愣，瞪着那拜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目光在李天胜身上看了看，有些不满。实在是这李天胜反应太快，且说出的话语还是自己之前卖弄时的言辞。最重要的是，这四周还有不少人看着，这就让白小纯不由得瞪起眼来。哼了一声，白小纯不理会李天胜等人，开始对李家抄家。李家有天侯，家族底蕴之深，聚鬼城的3大家族虽有天人老祖，可毕竟不在蛮荒权力核心，也都无法比较。随着那一个个魂塔、一袋袋魂药，还有众多的底蕴法宝被超出，白小纯也都看得不时的吸气，几乎眼花缭乱。他看到了3丈多高的灵骨，这灵骨上竟散发出阵阵灵气，与曾经白小纯看到过的那灵气雕像也都很是相似。还有一把把炼灵13、14次的法宝，至于通天河水，也都数量极多，甚至白小纯还看到了灵石。所有财宝密密麻麻堆积如山。在这抄家时，周一星也终于赶来，看到这一切后，整个人都傻了，在白小纯的要求下，立刻整理起来。随着抄家，财宝越来越多，这也就罢了。在这李家的后院禁地里，白小纯使劲揉了揉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我没看错吧？白小纯睁大了眼，呆呆地看着在这禁地被层层禁制环绕的一株有着7片叶子的花朵——七彩灵草。白小纯心神狂震，这七彩灵草，他当初在星空道极宗时看到过图文，知道这是炼制一种让人突破元婴、
踏入天人石的辅助灵药的主材，可以让元婴修士在踏入天人时几率增加30%。虽只是最低阶的天人境，可那毕竟是天人。要知道当初的逆河宗内，灵犀宗老祖与血溪宗老祖，他们2人闭关想要突破，难度极大，在白小纯走的时候都没有成功。可若是当初有了这么一株七彩灵草，他们的突破可能将极大。而这种灵草，通天河区域都罕见，只要出现，必定引起腥风血雨，无数人疯狂争夺。可现在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要知道，这里是蛮荒，不具备灵草生长的环境，可在这里，白小纯却亲眼看到了一株。他吸气时，立刻就注意到了这四周的地面不大一样。这朵花不错，来人，给我挖出来，记得千万别送到我府上啊！谁送我和谁急。我虽然非常喜欢养花，可我身为监察使，岂能坚守自盗？白小纯干咳一声，心跳加速，可却装作平静的样子，信誓旦旦地开口道：“第766集，来自后院的一声吼，为父不仁啊！这李家太能搜刮了，这都是明知明高啊！”白小纯给李家定了性，也为自己的抄家找到了正义的注解。此刻义愤填膺地看着周一星正在那里搬运七彩灵草，他站在一旁愤愤地开口：“这朵花别碰坏了！哎，本监察使没别的爱好，就喜欢花花草草了。虽不是我的，可我也看不得别人去碰拈了。”白小纯偷眼看去，感慨地念叨起来。周一星神色有点尴尬，琢磨着傻子都能看出这朵花不一般，心底嘟囔几句，知道白小纯这里之所以不自己去拿，这是为了避嫌，这明显是暗示自己给他搬到府上。还有这地底，我觉得也有古怪。一星，你挖开看看。直至那朵七彩灵草被周一星挖走后，白小纯一指地面，目光炯炯地开口。周一星闻言，立刻右脚抬起，狠狠一踏，顿时这四周地面立刻崩溃，向着八方散开时，竟露出了这地底埋葬的一张似兽皮之物。只是这兽皮不知是什么凶兽身上的，通体黑色，看起来毫不起眼，也没有灵气波动散出，如同寻常的兽皮一般。可在出现的刹那，却让白小纯储物袋内的永夜伞猛地颤动起来。永夜伞在当初89区的夜战里，帮助白小纯抵抗了天人境的陈好松的一击后，伞面已经崩溃，只剩下了伞骨，损失不小。感受到了储物袋内永夜伞骨的震动，白小纯一愣，神识融入储物袋内后，他立刻就清晰地察觉到永夜伞居然升起一股渴望的意识，且这渴望明显是对那兽皮发出。只是一张兽皮，周一星没察觉白小纯这里的异常，好奇地将那兽皮拿起，看了看后没看出什么端倪，这才望向白小纯。白小纯使劲揉了揉眼，忽然眼眶一红，目中有些湿润了。他望着兽皮，长叹一声：“看到这张皮，我就想起了小时候陪伴我的大黑罢了。这张兽皮我拿走了，留个念想，想来大天师也不会苛责我在这里架。拿走一张普通的兽皮。”白小纯叹息着摇头时，从周一星手中将这兽皮拿过，摸了摸后，神色越发感伤地将其放到了储物袋内，这才转身离去。周一星狐疑地看着白小纯，苦笑摇头，继续抄家。很快的就将整个李家抄得干干净净，李家族人心都在滴血了，尤其是李天胜，眼睁睁地看着那一箱子一箱子的家族财富被带走，他心中也在刺痛，可却没办法，眼下只要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了。他相信，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不满，那白小纯就肯定会借此机会收拾了自己。所以从始至终，他都让自己面上带着笑容，只是那笑容此刻僵硬的比哭还难看。直至将这李家都抄干净了，白小纯看向李天胜时，也都有些佩服了，居然有如此定力，能笑着看我来抄家。这李天胜心性经此磨难，怕是不一般了。白小纯立刻警惕，琢磨一番，下定决心：来人，将他们都给我拿下，关押大牢。还有这个李天胜，去跟典狱长交代一下，此人定力非常，给我大刑伺候，重点看押。白小纯觉得自己需要防备一下，立刻下令。说完不理会李天胜那里，暗自的咬牙切齿，身体一晃，带着大半尸溃血军飞向天空。下一个目标就是陈家，时间不多了，要加快速度。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急速远去，身后众多黑甲跟随，带着刚刚抄完李家的气势，直奔第13区的陈家飞去。四周那些亲眼看到了尸魁军抄了李家的众人，一个个都心头发颤。偌大的李家就此直接落幕，这对魁皇城的所有人来说都绝不是小事。这很明显是大天师举起了刀，此刀之锋利，让魁皇城色变。在这众人纷纷将此事传开时，魁皇城内的各个权贵也都陆续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一个个都神色变幻，甚至四大天王也都听闻。一时之间风起云涌，无数人心头震动的同时，也有无数的目光凝聚在了白小纯那里。他们在各自行动的同时，也在密切的关注白小纯的去向。而此刻的白小纯在去往陈家的路上，他的心神沉浸在了储物袋内，他的永夜伞此刻正在进行一场脱胎换骨般的蜕变。那张看似寻常的兽皮，显然就是让七彩灵草在蛮荒能生长且盛开的关键。
在他被白小纯放入储物袋内的瞬间，他的永夜伞那残破的伞骨上立刻就出现了那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鬼脸。这鬼脸模糊，似受损极大，此刻带着贪婪与激动，直接就操控永夜伞与那张兽皮竟融合在了一起。随着融合，居然以这兽皮为伞面进行修补的同时，也有一股让白小纯也都动容的气息从这永夜伞上升起，如同是自行在炼化晋升。这一幕让白小纯心神微动的同时，也有激动喜悦。永夜伞对他的帮助极大，是修炼不死骨的关键法宝。他之前也在发愁永夜伞损坏后该如何是好，可现在眼看着永夜伞正在自行修补，且会更为强悍的样子，白小纯立刻就觉得这一次的抄家实在是太正确了。一个李家就让我的永夜伞处于恢复中，那么这陈家又能给我什么惊喜呢？白小纯振奋中，心神从储物袋内收回，加快速度，带着众多黑甲冲向第13区。他的行踪被无数人关注，当众人察觉到白小纯的方向后，一个个都心神震颤起来。尤其是13区、12区以及14区内，所有的天侯都在这一瞬头皮发麻。李天后的下场不由得浮现在他们心神内。他的目标是谁？该死的，我没得罪这白浩啊，也没得罪大天师。在这众人紧张时，白小纯气势汹汹的飞越了12区。顿时那居住在12区的一个天侯心底长舒一口气。而13区的陈家这时开始紧张了，他们希望白小纯是路过，可却没想到在到了陈家的半空中后，白小纯的身影立刻就停顿下来。陈家天侯，出来见我！白小纯的声音骤然回荡时，14区的天侯也暂时稍稍安心下来。可陈家的天侯塔内，那位陈家天侯整个人都不好了，双眼死死地盯着白小纯，身体颤抖时，他的心神掀起了滔天大浪，要速走才是。陈家天侯没有半点迟疑，立刻捏碎手中一枚玉简，顿时身体模糊起来。与此同时，陈家的所有族人，包括那位周红身边对于陈曼瑶与许山的谣言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主谋之一的陈家那位天骄，此刻也都心惊胆战，整个人惊恐到了极致。李天胜的下场，他如今已经收到了消息，让他对于这到来的白小纯，此刻恐惧无比。整个陈家一片寂静，只有无数的呼吸声不断粗重的传出。那一道道目光全部凝聚在半空中，被大量黑甲大汉簇拥保护的白小纯身上。白小纯此刻背着手，傲然抬头，觉得自己此刻威风八面。可等了半晌，不见那陈家天侯出现，他立刻一摆手：“胆敢藐视大天师的威严，给我抄了陈家！若有反抗，就地处决正法！”白小纯话语一出，他四周黑甲尸魁立刻就凶神恶煞般的直接冲入陈家。至于那位无限接近天人的黑甲尸魁，白小纯没让他出动，而是在自己身后贴身保护。周一星也在白小纯身边，看着此刻全是滔天般的白小纯，他再次感慨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无比的正确。就在尸魁血军冲入陈家的刹那，突然的那座高塔内猛然间就有传送之力爆发开来。与此同时，苍穹上传出一声冷哼：“想走？”随着冷哼声的回荡，黑袍身影一步走出，没有去看那天侯塔，而是遥望远方，刹那追去。更是在这追击时，那黑袍身影右手虚空一抓，顿时其前方虚无模糊出现画面，渐渐能看清，在那画面里，陈家天侯正急速逃遁，显然是通过传送已离开了陈家。陈家族人眼看自家天侯都逃走，他们本就恐惧的心中，此刻顿时沉重无数，剑躯崩溃，直接就丧失了全部斗志，任由那些尸魁军冲来，当着他们的面一一镇压后，开始抄家。陈家的家当比李家要丰厚太多，就算是以白小纯的抄家经验，也都在看到那些财富后又一次吸了口气。他正要靠近一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时，忽然的从陈家的后院中，在数个黑甲大汉冲进去后，里面传来了一声带着快意的嘶吼：“你陈家也有今天！我宋缺就算今天死在这里，能看到你们如此下场，死也瞑目了。”第767集，你知道我姑父是谁吗？这声音慷慨激昂，透出视死如归般的气魄，更是带着一股刻骨铭心般的仇恨。那仇恨之深，可以想象死者陈家曾经对此人施展过无法形容的折磨，造成的痛苦，怕是这一生都无法抹去。随着声音传遍四周，陈家的那些族人都没去在意，看都不看一眼，此刻一个个都是面色苍白，忐忑中不时地打量白小纯。至于那些黑甲大汉，也都置若罔闻，丝毫不在意。只有白小纯在听到这句话后，尤其是听到宋缺这个名字后，他的眼睛猛地睁大，脸上表情很是古怪，似乎觉得有些滑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仔细去看的话，还能看到一丝惊喜。宋缺白小纯心中喃喃，干咳一声后，掩饰了表情的古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抬头看了看后院，什么人在大呼小叫？带上来！白小纯负手立抬着下巴，气势也都升起不少，大声说道。随着他声音传出，很快的就有一个黑甲大汉从后院内提着一个身影
直奔白小纯。到了近前后，这大汉将手中之人扔在地上，随后安静地站在那里，身上煞气强烈，似只要白小纯一句话，他就会立刻将面前之人直接灭杀。这被黑甲大汉抓出来的不是魂修，而是修士。仔细一看，这修士应该是个青年，只是如今太过狼狈，已然瘦弱的皮包骨，那肋骨清晰可见，脸上都是胡子，使得其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不少，如同中年。尤其是他衣着残破不堪，似比乞丐还要狼狈，全身上下更是漆黑的污垢。这也就罢了，在他的身上甚至还有一根根黑丝穿透了身躯，与他的丹田捆在一起，整个人更是虚弱无比，似乎随时可以死亡。可偏偏他的眼中有神，体内居然还有修为波动，这修为竟是元婴初期。而在他体内，那些黑丝不仅仅是穿透了丹田，更是将他元婴也都穿透，似扎根在内一样。每一次他修为运转时，就有大量的灵气顺着那些黑丝扩散出来。这一幕让白小纯也都吸了口气，很是吃惊。此人正是宋缺，身为血溪宗天骄，更是逆河宗骄子，还是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的护道之人。当初藏宫的坍塌，传送阵的开启，不仅仅是白小纯被传送到了蛮荒中，如他还有神算子、赵龙等人，地宫内的所有修士都被传送在了蛮荒各个地方。有的运气好，还可以回长城，可宋缺运气很差，他居然被直接传送到了葵黄城中。在这陌生的蛮荒，他没有白小纯那么吃得开，很快就被抓住，成为修奴。辗转之后被陈家买走。因看其当时的修为底子还算可以，且资质也还不错，于是陈家用了残酷的秘法，将这宋缺修为如催发一般，生生的推到了元婴初期。看似突破，可对宋缺造成的伤害让他痛苦无比，且这种突破隐患太大。而这还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他如被养猪一般催肥后，全身上下被中了那些黑丝，每天被逼迫的不得不修为运转。可只要一运转，他的灵力就会从那些黑丝上散出，使得他这里成为了陈家小一辈魂修炼所用的活灵石。而他也没有丝毫威胁，他的修为只能在体内运转，不可离体，且身上还有大量禁制，使得他痛苦不堪。甚至为了让他急速修行，那些陈家小辈还不断的对他折磨，让他这里痛苦中，身体本能的就修为运转，释放出更多的灵力。在这折磨中，宋缺甚至想到了死亡。可这样一个活灵石，陈家岂能让他死了？这些年来，他觉得人生都是漆黑的，直至今天，他看着四周那些依靠自己修炼的陈家小辈，一个个在那些黑甲大汉到来时吓得发抖，他觉得痛快到了极致，这才仰天大笑起来。此刻被扔到这里，他立刻就看向四周，看到了所有的陈家族人，那一个个苍白的面孔，这里面有不少他都认识，更是看到了大量黑甲大汉，任何一个身上的气息都让他心头狂震。而这些都是其次，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白小纯身上，他一眼就看出白小纯才是这所有人目光的凝聚点。他眼中的白小纯，相貌俊朗，衣着奢华，整个人俊洁无比的同时，显然身份地位都是极为尊高。尤其是他的身后站着的那个如侍卫般的黑甲大汉，身上的气息让宋缺只是感受了一下，就脑海嗡鸣，如同看到了天威一样，似自己成为了孤舟，只需对方一个念头，就会形神俱灭。天人，天人是他的护卫，他是谁？宋缺呼吸急促，白小纯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能让他眼中的庞大陈家都如此恐惧的存在，一个能有天人去护卫的大人物。此人必定是蛮荒中屈指可数之人，如此年轻，莫非是皇子？宋缺在这葵黄城多年，对于蛮荒的了解已经不少。此刻他胸口起伏，心底却苦涩起来。白小纯看着宋缺，心底叹了口气，暗道这宋缺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每次遇到自己似乎都很凄惨。他琢磨着，这绝对不是自己的问题。可看着他那凄惨的样子，白小纯原本想要奚落的心思也都消失了，反倒是升起了怜悯，泛起了回忆。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现在的身份。收敛心神后，他一摆手，淡淡开口：“这活灵石不错，送到我的府上去，以后我要用它来修行。”这句话一出，周一星迟疑了一下，张开嘴想要说些什么，可迎来的却是白小纯那目中似带着警告的眼神。这目光立刻让周一星内心一颤，立刻低头称是，走向宋缺。可宋缺在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整个人却发狂起来：“有本事你们杀了我，我宋缺死都不再去做一块活灵石！”他的嘶吼咆哮没有让周一星犹豫半点，直接一把抓住，眼看就要将其带走。可宋缺着急了，他此刻红着眼，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大吼一声：“我姑父，他是白小纯，他现在是明皇榜上的第一，他一旦成为天人，将成为明皇。你敢如此对我，到时候我姑父必定给我报仇，你们谁也跑不了。”宋缺也是急了，他实在觉得没有什么能威胁眼前这个大人物的，可他不愿意去再次成为灵石，此刻只能把白小纯的名字搬了出来。至于白小纯在明皇碑的事情，是他前段日子听在自己身边修炼的陈家小辈之间谈起的，
当时心中就复杂到了极致。这话语一出，周一星的手都颤了，四周那些低落的陈家众人，一个个却纷纷吸气，猛地抬头看向宋缺。这番话语，宋缺之前没说过，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将这宋缺的价值再次榨干。要知道，白小纯这个名字对于蛮荒来说已经是耻辱了。此人牢牢占据明皇榜的第一，众人无法想象，试炼结束后，若这白小纯真的成为了明皇传承者，这对葵皇朝来说是多么响亮的一巴掌。此刻宋缺的话语回荡四方，白小纯神色越发古怪，看着宋缺，心底也都乐了，琢磨着这宋缺以前听自己喊他一声圈儿，都愤怒到爆，可眼下为了不做活灵石，居然这般的拉关系。傻孩子，就算我不是你姑父，凭着逆合宗的关系，我也要救你啊！更不用说我和你小姑那是什么关系啊？你小姑身上我该看的地方都看过了。白小纯心底感慨，上前看了看宋缺，实在是没忍住，抬起手在宋缺头上摸了摸，带走。白小纯大袖一甩，觉得这一次在陈家收获一样不小。宋缺凄厉的愤怒惨叫，可这一次周一星忍着心颤，也咬牙将他一把打昏，赶紧带走，心底却是发愁。他实在没想到，这宋缺居然和白小纯是这么一个关系。第768集万人坑，自始至终，宋缺都没认出，眼前这个在他看来必定是大人物的权贵，实际上就是他口中的小姑父。恐怕若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必定会狂喷鲜血，对于今日自己口中说出的一切悔恨无比。而白小纯也善于隐藏，在面具的作用下没有暴露丝毫。此刻随着宋缺被拖走，白小纯看着整个陈家，心头有种说不出的唏嘘之感。没想到啊，在这里居然遇到了圈儿这家伙，混得也太惨了，竟然被当成了活灵石。白小纯背着手，抬着下巴，站在陈家广场上，心底的感慨更多。对于宋缺，白小纯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他的大福星啊！每次自己看到他，都能将宋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无论是在空城还是在长城，自己都是这么的无微不至，让宋缺终于在今天喊出了自己是他小姑父的这个称呼。难道真的是我太优秀了吗？白小纯美滋滋的叹了口气。在这里陶醉时，陈家的抄家也在继续。很快的，陈家的底蕴财宝就被那些尸魁大量的搬出，堆积如山。而四周的陈家族人一个个瑟瑟发抖，敢怒不敢言。没过多久，当陈家的宝藏都被搬空，确定了整个陈家没有危险了后，白小纯这才大摇大摆地走向陈家内宅，去检查是否还有遗漏。整个陈家极大，白小纯带着身边那位准天人的尸魁黑甲，走在陈家内宅，一一查看，不时还伸手指点：“这假山有些不对劲，给我轰开！本监察使怀疑里面有密室。还有这屋舍上镶嵌的珠子，这分明是灵珠，给我都撬下来带走。这地面也不对啊，来人，统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宝，有的话都拿走，没有的话，这些青石板也给我带走。”白小纯一边走一边开口，随着他话语回荡，立刻四周那些尸魁纷纷出手，一时之间砰砰声轰鸣不断。这一切让陈家那些族人一个个心惊肉跳的同时，对于白小纯这里的刮地三尺也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可却没办法，只能低头。他们明白，陈家完了。随着轰鸣声，白小纯在这陈家内不断前行，好半晌后，他觉得差不多了，正要离去，可就在这时，白小纯忽然神色一动，他神识远远超出元婴境界，堪比天人。此刻一扫之下，就察觉到在不远处的后宅地底，居然存在了一处深坑。那深坑不小，约莫有近1000丈范围，四周有禁制，防护的极为严密，隐隐好似一个巨大的储物罐般，内部密封，白小纯的神识也无法探入其内查看究竟。咦？白小纯目光一闪，实际上他之所以亲自检查，想的是看看能不能如李家那样存在一些自己能私扣下的宝物。给我挖开！白小纯立刻心动，一跃飞出，站在后宅半空中，一指下方，顿时四周那些尸魁就一个个煞气散出，纷纷出手。轰轰之声回荡四方，陈家族人眼看如此，一个个面色更为苍白，可却没有心慌，因为他们明白，那里虽有深坑，可藏着的却不是法宝，而是他们陈家贩卖生机的根本。若是换了其他时候，若有人敢来动他们陈家的根本，他们必定杀人。可眼下，只能一个个沉默中看着后宅所有建筑全部4分5裂的崩溃。此刻，在这陈家的八方聚集了数万魂修，这些人都是附近之人。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2个天侯的陨落了，轰动了葵皇城，使得无数人心神震晃，都飞出远远观望。他们看到了陈家的财宝，看到了陈家的陨落，此刻也同样看到了那后宅的崩溃。随着崩溃，露出了地面。这地面在那术法神通中出现了大量的裂缝，很快的就连同禁制被强行轰开，地面爆开，如储物罐被掀开的盖子，露出了下面的1000丈深坑。在这深坑显露在外的刹那，一股无法形容的恶臭气息顿时就从那原本密封的深坑内散出，这气味极浓，让人闻到后会不由自主的作呕。
白小纯皱起眉头，抬手扇了扇后，低头向着深坑内看去。这一眼看去，他的身体猛地一颤，整个人有些控制不住的呼吸急促起来。这白小纯似乎有些无法置信，那深坑内的一幕幕让他脑海掀起滔天雷鸣，甚至目中都开始出现了血丝。与此同时，四周所有看到深坑内部之人，一个个都面色变化，更有不少传出惊呼：“那些天啊，陈家的秘密居然在这里！这就是陈家贩卖生机的根本所在，那是一个千丈的万人深坑。深坑内充满了浑浊的尸水，更有无数骸骨。那些骸骨之多，密密麻麻，怕是万人都不止，被浸泡在尸水中，有的已经彻底腐烂，有的则是腐烂了一半，还有不少竟还是活人。而这些人身上的衣着与蛮荒截然不同，白小纯一眼就看出他们赫然都是修士。他们一个个皮包骨，双目无神，似没有了魂魄，更是可以看到有无数的黑丝在他们体内蠕动，不断的吸取生机。可以想象，这深坑内的所有修士必定都是被生擒活捉后经历了搜魂，在那强行的搜魂下，他们的魂魄早已崩溃，剩下的只是活着的身躯，而这身躯被特殊处理后，扔在这密封的深坑内，被不断的吸取生机，直至成为人干。怕是就算化作了人干尸骸，也依旧逃不出凄惨，会被那尸水溶解后，成为陈家炼制生机的主药。这一幕，蛮荒的魂修看了后，虽心惊，可触动并不是很深。但白小纯不一样，他不是蛮荒魂修，他是通天河区域的修士。此刻他身体颤抖，眼前的这一幕幕让他面色瞬间就阴沉到了极致，不得不闭上了眼。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波动，这一切对他的震动极大。许久，白小纯缓缓睁开双目，内心轻叹：蛮荒与通天河的战争不是他能去改变的，这不是当年的灵犀血溪，这是两个不同朝堂的战争。他沉默中，右手抬起，握住拳头，体内修为运转，肉身之力凝聚，直接一拳落下，轰在了那深坑内。整个深坑震动起来，轰鸣之声不断的扩散中，深坑内的一切骸骨，一切存在，都在这一拳下消散成为飞灰。那些看似活着的人，实际上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身体。白小纯的这一拳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解脱，不知是不是错觉。白小纯依稀看到那深坑内的不少修士，在身体消散前，脸上似乎露出了笑容，将陈家全部族人收押大牢。白小纯面色阴沉，袖子一甩，冷然开口，声音也都冰寒无比。四周那些尸魁黑甲立刻听令，整个陈家族人一个个苦涩中全部都被关押起来。做完这些，白小纯的心情依旧沉重。收拾了李家与陈家后，此时他并没有多少报仇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因那深坑的出现。他站在那里许久之后，再次心底一叹，转身时带着身边的尸魁黑甲直奔天空。他没有办法去彻底改变这一切，他明白，若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或许下场也是如此。这里毕竟不是逆河宗，这里是蛮荒，是魁皇城。而他身为监察使，在处理了李家与陈家之事后，他要去皇宫去见大天师，去复命。一路走去，白小纯一直沉默，他心情很不好，脑海里总是浮现那深坑中的一幕幕。直至到了皇宫时，他才深吸口气，压下心中的阴郁，要尽快炼火，争取早日修为突破。离开这里，白小纯心底喃喃，这一刻的他想家了。第769集陈天宫，你敢动一下试试？皇宫内，天师殿外，白小纯到来时，他立刻就注意到那里不再是空无一人，而是有数十道身影正站在那里，似都要去拜见大天师。这些人中，他看到了陈好松，看到了当初陈好松身边的那个老者。除了这2位天宫外，还有3个天宫也赫然在内。白小纯虽不认识，但却能感受到这3人身上的天人气息。至于其他人，则是天侯，里面有那么4个，白小纯也见过，正是当初围杀他的9大天侯中的4位。此刻所有人都面色难看，在等待大天师召见时，白小纯的到来立刻就凝聚了此地所有人的目光。白浩在看到白小纯后，立刻就有人咬牙低喝，尤其是陈好松，更是目中寒芒闪过，看向白小纯时，他的杀意就在心中起伏。实在是那李家天侯与他这里关系非同寻常，而如今却因白小纯这里生死未知。眼下整个魁皇城的权贵都已被惊动，2位天侯被大天师拿下，此事引起的震荡极大，更是打探之下知道了此事与白小纯有关。立刻在忌惮的同时，太多的人对于白小纯这里已经心生恨意了。那一道道目光全部落在白小纯身上，这里面5位天人，其余都是半步天人，他们的目光竟可化作实质，让白小纯这里感觉头顶如有无数大山轰然压下。白小纯脚步一顿，看向四周众人时，察觉到了那一道道目光中的寒意后，他心中的低沉忽然少了很多，紧张的感觉随之升起。这些人对我的杀意如此强烈，他们怎么不敢对大天师这么去看，偏偏敢这么对我？这是明显的欺负我修为弱。白小纯心下凛然，
看着四周众人。就在这时，陈好松忽然开口：“白浩，你竟敢蒙蔽大天师李天侯与陈天侯叛乱的证据，你若真有，拿给老夫来看。”他话语一出，一股肃杀之意陡然爆发，目光如剑，似要将白小纯直接轰杀。白小纯面色一变，之前众人的压力，他本就有些承受勉强，此刻随着陈好松的气势降临，他立刻就仿佛是被山风撞击，耳边轰鸣中，身体退后几步，面色也都苍白下来，甚至体内修为也都出现紊乱的迹象。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立刻浮现心头时，白小纯心神颤抖，可目中却有了一丝恨意。脑海再次浮现那万人坑内的惨状后，他没有去压制修为的紊乱，反倒是在这退后中，咬破舌尖，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声音凄厉而起：“陈天公，你好大的胆子，竟在天师殿前要杀我这监察使！难道你也想叛乱不成？”白小纯大吼一声，心念升起的瞬间，立刻远处一道道身影急速而来，密密麻麻，正是1000尸鬼血军，带着滔天杀气，悍然临近时，此地众人都面色一变，陈好松更是目中露出逼人的寒芒。他知道分寸，之前开口时虽融入修为，可却只会让白小纯觉得压迫心神而已，不会伤他。不是他不想，而是这毕竟是天师殿外。可却没想到，这白小纯居然反咬一口，借助此事直接将那尸魁血军召来，这就让他面色阴沉下来。其旁另外4位天公也都皱起眉头。白小纯此刻目中露出疯狂，他相信对方绝不敢在这里杀自己，而大天师若真的任由自己被人灭杀，那么这一次的血腥警告将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无论如何，他今天在这里都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如此，他心中的沉重压抑自然要释放一下，尤其是在心头已发狠的情况下，白小纯索性不去考虑太多了。陈天公，你敢再动一下试试？白小纯大吼一声，立刻那上千尸魁煞气更为强烈，环绕四周，齐齐看向陈好松，似乎陈好松若是真的动了一下，他们就立刻出手。你敢？陈好松面色变化，怒视白小纯，对于此人的刁钻大胆，此刻算是再次体验到了。我不敢，我白浩什么不敢？巨鬼王的脑袋我都拍过，炼魂湖里100多人我都绑过，89区数百人我都战过，我不敢。你敢再动一下，看看我敢不敢？白小纯红着眼，大吼一声：“你威胁我！”陈好松眯起眼，目中的杀意此刻更为浓郁。还有你们，谁敢动一下？今天咱们没完！不止今天，你奶奶的，天宫我都敢威胁，何况你们这些天侯？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结束后，你们都给我小心点，明白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所有人，本监察使都盯上了。白小纯彻底豁出去了，声音狂妄蕴含暴怒，传遍四周时，这皇宫内的无数人都听到了这里的动静，纷纷心惊。至于天师殿外那些天侯，此刻也都怒气盈胸，可眼看陈好松那儿如今都一动不动，他们又怎么敢动？只能怒视白小纯。而比目光，白小纯谁也不怕，此刻也一一怒瞪回去。陈好松面色越发难看，就在他有些压制不住怒意的瞬间，一个苍老的咳嗽声从大殿内传出，天师殿的大门也慢慢打开，大天师的身影从内缓缓走出。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大天师沙哑的声音徐徐回荡。拜见大天师！几乎在他走出的瞬间，包括陈好松在内的所有人立刻就内心一沉，纷纷向着大天师抱拳一拜。这么多人一起到来，有什么事情就说说吧。站在大殿前，大天师的身影看起来有些佝偻，更显苍老，声音也都没有什么威严。可四周众人却一个个心中更为忌惮。大天师教训的是，晚辈来此是因西部长城的战事有些失利，想要请出秘宝通天赐陈好松恭敬开口。其他几位天公也都相继说出话语，有的说是某个部落作乱，有的说是什么地方至宝现世，还有的则说的是通天河区域的一些消息。至于那些天侯，也大都如此，会抱着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绝口不提理。陈2位天侯的丝毫，白小纯在一旁看着，也算是开了眼界，知道这些人都是老狐狸，他们不需要表态，只是到来汇报一下工作，本身就已说明了态度。且也不能说他们心向葵黄，毕竟先是任命了空悬多年的监察使，又如此快速地拿下了2个天侯，此事自然会让所有权贵都人心惶惶，所以来试探一下也是正常。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其中有一个天侯似乎反应慢了一些，在众人说完后，他说到最后却提了一嘴：“大天师，那李天侯他话语刚说到这里，四周刹那安静，这说话之人也愣了一下后，额头顿出汗水，正不安时，大天师抬起了头，有些昏暗的双眼看向这说话之人：“你大点声，我听不清。”大天师慢慢说道：“我再大点声。”大天师又开口：“卑职无事。”那天侯额头汗水更多，身体颤抖，再没有半点迟疑，赶紧说道。大天师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四周的沉默此刻越发寂静。很快的，陈好松告辞，其他众人也都陆续告辞，
渐渐一道道身影离去。天师殿外只剩下了白小纯与大天师。白小纯眨了眨眼，今天这一幕让他觉得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大天师的简单2句话，让白小纯大受启发。琢磨着如此开口，自身的气势也都能强烈无比，给人以无比压力。有些时候，老夫真的挺佩服那位通天岛上的天尊，我不如他。在白小纯这里琢磨时，忽然的大天师平静的声音如同惊雷，直接就在他的耳边轰然炸开。你说，方才的那些人中，谁的心里是向着那没落的皇族呢？大天师目光深邃，看向白小纯。第770集卑职有一计。白小纯眼都不眨一下，听着大天师的问题，看着大天师的眼睛，他毫不犹豫的大声开口：大天师，要我说，方才那些人实有都是心向皇族的，尤其是那陈好松，这个家伙一定是魁皇的人。白小纯一想到那陈好松当初要杀自己，心中就有些来气，此刻找到机会，立刻就进言：哦，你有什么证据？大天师轻咳一声，淡淡说道：有证据啊，那陈好松方才在外面就想要杀我啊！大天师，我可是您老人家钦点的监察使，对您忠心耿耿，他居然要杀我，可见心虚了。大天师，要不我们把他干掉吧？白小纯有些跃跃欲试，怂恿道。大天师斜眼扫了扫白小纯，对于陈好松与白小纯之间的龌龊，他很清楚，也知道眼前之人的性子，于是直接就无视了白小纯的怂恿，抬头望着皇宫深处，目中露出思索。白小纯眼看大天师不搭理自己，心底叹了口气，觉得有些可惜，琢磨着这大天师有些优柔寡断，杀伐不够果断啊。这要是换了我，一定就灭了那陈好松了，何必猜来猜去的？白小纯心底嘀咕着，又等了一会，发现那大天师依旧没搭理自己，而大天师的沉默使得这天师殿外似乎也都压抑下来。在这压抑下，白小纯脑海念头飞速转动，想到了自己在李家与陈家搜刮的那些宝藏，按道大天师不说话，莫非是与巨鬼王一样，等着自己献宝？大天师，那李家与陈家富得油流啊，那宝藏之多，让人触目惊心。区区天侯居然有如此宝藏，显然是与魁皇勾结极深。白小纯试探的开口，也不管富有与勾结有没有联系。可他话语说完，大天师那里依旧一言不发，这就让白小纯有些摸不清大天师的想法了。大天师，这2家的宝藏我都交代下去了，一会就让人送到大天师您这里。白小纯迟疑了一下，继续试探，可大天师依旧没有开口，四周的气氛越发压抑，这就让白小纯紧张了。暗道莫非是大天师知道了自己在抄家中的私藏？那个大天师，我刚才忘了，那里家还有一座灵山。白小纯干咳一声，赶紧补充，可说完后发现大天师还是没理自己。白小纯心底一惊，大天师，我想起来了，陈家中还有一块宝玉。白小纯哭丧着脸再次开口。总算的，在白小纯这句话说完后，大天师那里目光从远处收回，重新落在了白小纯身上，那目中的深邃在这一刻似没有什么焦点，可依旧让白小纯这里在看到后如同看到了星空，仿佛自己的一切秘密在大天师的眼睛里都清清楚楚，使得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赶紧开口：大天师，我想起来了，好像那里家还有一大批魂药。白小纯刚说完，大天师沙哑的声音缓缓传出：白浩，你知道什么是最琢磨不透的吗？说这句话时，大天师的目光抬起，看向远方。白小纯一听这话，更为紧张，隐隐觉得大天师这句话意有所指啊，这是不信自己只贪了这么一些啊，所以才说琢磨不透。内心不由得纠结起来，暗道要不要把李家的那株主药也交出来？琢磨着这大天师也太小气了，自己贪的也不多，何必这么抠的不断挖自己？他正纠结时，大天师的声音再次传来：是人心，人心最是琢磨不透的。白浩，你说是不是？这一句话似蕴含了一股奇异之力，传入白小纯耳中的刹那，白小纯都快哭了。他觉得这大天师比巨鬼王还要抠，自己干了活也算立下功，可却这么的压榨自己。但此刻不敢继续隐瞒，连忙开口：大天师，我记性不好，刚才总算都想起来了，那李家还有一株。可还没等白小纯说完，大天师那沙哑的声音随着目中的深邃化作了漆黑的瞳孔，再次回荡开来。人心难测，不仅仅是这魁皇朝内的权贵，魁皇也包括了老夫自己。可这魁皇朝若没有老夫，怕是在多年前随着魁皇晋升半神失败，就已经分崩离析了。老夫带魁皇震慑4大天王，守护魁皇朝完整的同时，还要抵抗来自通天河的入侵。有的时候，老夫真的想学一学那通天岛上的天尊，杀一个干净利落，把日月换青天。这番话语从大天师口中说出的瞬间，他的头抬起，不再是佝偻，而是直起了腰板，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势刹那就在大天师的身上爆发出来，一时之间仿佛改天换日般，整个天地都轰鸣起来，日月的光辉都被遮盖。白小纯只觉得眼前这个大天师不再是老迈的样子，
似乎在这一刻成为了一个擎天巨人，似乎随着他的意念，可以让日月陨落，天地无光。